1949年1月27日，太平轮在基隆外海沉没，逾1000人遇难。这艘从上海启程、满载着避难者的客货轮，原本要载他们远离战火，抵达台湾，却在浓雾中与另一艘船相撞，瞬间沉没。这场灾难被称为中国的铁达尼号，但它不只是一次海难，更是国共内战末期大规模逃亡与家国断裂的象征。多年后，台湾作家张典婉以母亲的亲身经历为起点，走入这段被遗忘的历史。他的母亲曾是那艘太平轮上的乘客，从上海的富家女成为苗栗客家村的媳妇。这段故事，母亲生前反复诉说，在母亲过世后，这段无法再重述的记忆成了女儿笔下的召唤。2005年，张典婉参与纪录片《寻找太平轮》的制作。2009年出版纪实作品《太平轮1949》，至今仍被视为描写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一本书。2014年起，吴宇森导演推出电影《太平轮》，虽然内容与他的书几乎无关，却让这场沉船悲剧重返大众视野，也带动了《太平轮1949》一度在两岸热度。然而11年间，台海局势日益紧张，两岸的交流与阅读空间日益狭窄，那些曾经激起了共鸣的记忆，如今变得断裂和陌生。张典婉的书在台湾持续再版，长居书店畅销榜，但在大陆，台湾文学的引进是否停滞？张典婉如何看待太平轮故事在两岸的不同被书写？他如何理解台湾当下的民主现状、身份政治与文学角色？2024年夏天，大声访谈来到台湾，拜访了张典婉。我们谈历史与记忆，文学与政治。我们也谈此刻他正在进行的书写，回到苗栗的客家部落，寻找那些被边缘化的族群故事与女性声音。张典婉女士，很感谢您在台北接受我采访啊！感谢你们那么远来，很开心我们一见如故。之前都是在文字里见到您，我今天在台北采访您其实是几个原因，一个是您的这个1949太平轮是一次一次再版，到现在我看在台湾书店里仍然是很重要的书。在中国其实大家也都熟悉，出了简体版，也拍了简体的电影。但是其实我知道您真正这些年在做的更多的是客家文学，尤其客家女性还有整个客家文化的这种记录和写作。所以今天其实带着好多问题来采访你。我一般会先问我的嘉宾，就是他们希望自己怎么被认知，自己怎么被介绍。您可以给自己一个定位。好，今年蛮特别的，我刚好拿了台湾的 senior 卡，就是敬老卡 senior， 就是进入老年的这个阶段。然后呢，我今年还要出2本书，然后我觉得写书是我可能是一生的目标，然后我觉得陪伴，然后去发掘很多台湾人不知道的故事，然后给各地的人知道，可能互相了解，这是我最重要的目标。因为我的人生已经从就今年开始是到了拿敬老卡，所有东西都打对折的时候，然后开始要往人生的下一个，然后我也当了祖母嘛 grandma 这样子，然后有3个孙子，然后孙子都要念小学了，很可怕吧，就这几年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哇，人生已经把我推到了人生，就是说你要面对70，然后80，然后你的人生也许眼睛不好，什么不好，你要做什么事，所以我就想要努力写书。那当然你讲到说我这几年除了做客家文化之外，其实我也一直在协助太平轮的家属，比方说这么多年在书出来以后，他们的太平轮纪念碑，从当时的军营里面到后来其实这么多年的努力，然后跟政府的 negotiation， 然后到现在已经是变成打开来的一个公园，然后家属也愿意很多人都过去。但是最近我们也刚完成一个小短片，就是我希望那个基隆文化局重新帮这些老人家再做一个小小的短片，这样也完成了，这样子就最近的工作。明白，一下子好多信息哈。台湾的老人卡是多大岁数才可以拿？65。哦，所以您65岁。对 over。可是您的造型，我刚才讲您非常卡哇伊，非常文艺和清新。我也知道，其实您做了很多年记者，所以其实真正去调查太平轮这个事情，是2005年和做记录。对。但对很多还不了解太平轮的人，您先要介绍一下到底太平轮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然后您为什么要
写这个东西？然后我先说我为什么做太平轮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养女。那我是在出生的时候，我的生父生母过世，我的生父还在，生母生我过世在苗栗，所以那时候我就被送到了苗栗一个老夫妻家。江西省？我本来是江西南昌人，然后江西南昌人，然后送到苗栗的一个头份的客家村里面。然后这个东西又跟白色恐怖有关，因为当时把我送过去的是我生父的同学王波波、王宗岳，也是作家王佑华的爸爸的妈妈，他们是山东人，中央警官。大概在所谓2次大战以后，国民党接收台湾，他们那时候到20几岁吧，就携家带眷到了台湾来。所以我那时候生父生母到台湾，他们27岁结婚，到了台湾，咚咚咚就生到我是第4个孩子。那10年里面生了第4个孩子，可是我生母生我过世，身体也不好，所以我就他的同学就想，这么小的孩子该要谁来带呢？所以他们就到处找。那时候王波波就负责监控我的父亲，张家的父亲跟母亲。可是他们就觉得，所以这对夫妻那么好，知识分子又读过书，还在大陆当过那个中华民国外交官，然后还负责王波波还要监控我们家，他们觉得这太可怜了，他们没有小孩，就把我的这个小孩送给他们吧，就很好玩。张家的父母就接受了我，然后我就有了一个苗栗客家村的父亲，然后上海的母亲。可是他们收容我的时候已经年纪很大，就是60岁跟50岁，所以我的母亲又很好玩，她是上海人，又坐太平轮来的，所以我整个太平轮的记忆是因为这一连串的缘分串起来的。天哪！也就是说，您其实是在台湾出生的？对，我在台湾出生长大，然后跟1949年也有一段差距那然后我的母亲因为是1948年12月坐太平轮来的，那时候辽沈战役，长春东北都共产党已经攻过去，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然后11、2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整个中国就是进入动乱，即将就往南走。那时候我的外公外婆家里面很有钱，在上海是富商。那么我的父亲就说不行啊，这个不行，一定要到台湾避难。所以他就安排我的母亲、外婆、舅妈、阿姨一大家子人坐上了太平轮。然后我妈妈那时候就带了什么都没带，然后就带了2只狗，就拎那个狗上，拎着2只狗，抱着那个狗。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人家都带黄金带珠宝，你干嘛带2只狗呢？她说这个狗很重要，那个万一那个没人养它，在战争里面也是会被杀掉当狗肉啊。所以我小时候都看过那2只狗，都很老才走这样子。所以当时你妈妈是上海的大小姐，对，我妈妈没有做到1949 1月27的太平轮，因为太平轮事实上是从2次大战以后，中联公司它向这个美国的这个航运美国的这个海军买下了这个当时的铁壳船。当时美国在2次大战的运输船，铁壳船很薄很轻，作为这个运输军粮仓储之用。那太平轮就是那个时候2次大战结束以后，他们这个船就到了，就卖给了这个浙江江苏的这个中联公司，他们很多船员，这个中联公司就买下这些船，就变成打造一下，改变一下舱等，然后就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太平轮的样子。它并不很大，然后因为船壳很薄，但是它可以载货载人，所以它几乎3天就从上海基隆是对开，1个礼拜对开2次这样子，3天会到。然后大概在1948年的夏天，一直到1949年的1月27号沉没，它总共也只有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多里的时间，刚好就是中国面临了一个最巨大的改变比方说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内战也开始了，然后人要选边站，然后大量的逃亡潮在1948年的尾巴一直到1949，这是一个大概来了到台湾
这片土地有200个居民是这样到了台湾，所以就是我的母亲跟阿姨跟舅舅舅妈，当时在1948年的12月就到了台湾，因为我父亲是台湾人嘛，所以他就安排他们住在那个台北市一个日本宿舍里面。而且您父亲是国民党的很高的，对，他当时他已经辞职，那他是中华民国第1代的外交官，在上海的时候考上。所以他们并没有在那一艘沉没的船上，对。可是他们坐着太平轮顺风顺水就到。那个时候，我妈妈就常常在我年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她小的时候，她当年还好坐，她到坐太平轮来的时候才38岁，算很年轻，少妇嘛然后到了台湾，她没有想到最后。她88岁走的时候，她是在台湾度过了她人生最长的岁月。所以当时所有的人都想着1、2年就过来就行。你even抗战的时候，比方说抗战8年嘛，他们很多外省的，比方到了大后方，我爸爸后来也有到大后方去工作，因为公务人员。那我叔叔也是，他们也到重庆啊，也到成都去工作，因为都是军公教人员嘛，那可是他们因为没有想到，他们想说抗战8年啊，一会就回去啦，可是没有想到后来都变成台湾人了。我现在听这些话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感慨，因为几次来台湾，而且其实台湾现在因为政党轮替，有的时候蓝色，有的时候绿色。这个一个是国民党就曾经跟大陆当然是两边，您的书里也写到了，曾经完全是对立的，然后彼此都为这个战争死了那么多人，但是后来又有通航、通亲、开放、两岸经济，所以在漫长的一个岁月里面，其实这一段好像已经修复了一段了。但是我们最近这10几年知道的台湾，一个是确实是民进党上来以后，好像对于这种国民党的为主的叙事，没有像以前那么支持，甚至有一点大家有点回避。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说我觉得基本上来讲。比方说，你住在美国，那你就会知道，在美国的长期的民主社会里面，经过这个独立运动，经过这个独立战争以后，你看民主党跟共和党，你永远也是良性竞争吧？那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也一样，然后在英国保守党、工党。对不对？然后法国也是一样啊。一个所谓成熟的政党，他不会再去利用战争或者发动战争，我要消灭你，我要打败你这样的事情来变成一个主轴吧。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民主社会，一个现代的社会。台湾已经也从过去的，比方说民客械斗，然后比方说客家人跟原住民的斗争然后一直到几个小的争乱，然后进入到比方说日本人的现代化的统治殖民时候，但是也给台湾带来很大的现代化的进步，然后一直到国民党，然后台湾这个岛屿它呈现了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政治的叙事方式，所以民进党上来，很多人就说：“哎呀，他们要把这个国民党过去的叙事推翻。”然后很多蓝营的人就会说：“哎，我会觉得不安全，我会觉得怎么样？”可是我的母亲，她明明是上海人，她就自己大概在她过世的前些年，她就把她身份证改为台湾苗栗。他就说：“我自己就是台湾人了，我在台湾的时间比我在上海还久。”我听您说的时候，我特别欣喜。其实我刚才那个问题是带着一点就是大陆背景的视角来问的，包括很多从台湾外面看的都会以为有这种误解，甚至我们网络上很多人都说曾经好的时候都是国共合作，现在大陆那边跟国民党关系好，所以民进党是完全是独和绿的。就是很多人这样表述的时候，其实就是把个人的人生、身份认同、选择完全卷在这个政党或者政权的这个结构体系里面了。我其实跟您说真话我在跟您做访问之前，我也有一点点担心，因为
你的这个1949太平轮是不多的几本，在大陆是畅销书的，对，就是进入主流被容忍的文化表达体系里面的，所以我甚至然后还进入了那当年的那个好书排行榜。是的，是的，所以我有一点点忧虑，因为什么呢？我也在台湾，实话说也听到不少的表达，包括有的出租车司机，当然司机是最没有办法采访的，因为一个人一个想法，就有的就直接说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挣钱，大陆可以让我们挣钱，所以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写作者以前关系好的时候，两岸关系好的时候，他们在大陆其实享受到了这个开放和宽容，但是现在两岸局势其实很敏感，甚至台海战争好像都一触即发的状态下，作为记录者，作为记者，就是你看了70年的历史，看了100年的历史之后，你还能说出这个话，我觉得这可能是台湾社会最好的进步，可能是这20年的进步。因为我觉得在文明进程里面，如果我们谈到文明进程跟现代化这个脚步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那种以武力的 fighting。战争其实到现在，其实它应该是走在一个民主的程序里面来发展。世界各国不都是这样吗？那台湾也是啊，而且台湾的经济，大家都说这个会垮啊，会什么？就台湾股票特别好。然后最近你可以看到亚马逊啊、Amazon 啊也要在台湾，然后 Novida 前阵子这黄仁勋的狂风，你知道吗？我听说所有的人，然后那个夜市那个卖水果的阿婆被他一讲以后，第二天醒来，你知道吗？哇，整个夜市门口排了300个人，他儿子都不得不停下脚帮他妈妈切水果，你知道？然后我就觉得还有或者说苏丰资，然后最近什么就 Google 吧，也要到彰化去设那个整个的半导体的中心。那台湾其实它走出了一个自己的路，对，我觉得你看到这些你会觉得蛮感动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感动。所以再回来说，就是像您母亲这样的人，曾经完全是上海的大小姐，然后在我们之前好像也被刻意立起来的所谓本岛人和外省人的冲突中间，她是被定义成外省人的。像这样一个就是真正的外省人，他的台湾身份认同，还有他的对于大陆的记忆这一块，您是专家，您讲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自己相同的，我自己的亲生大哥，他们也有小孩，现在都大学毕业了，当兽医啊，也研究所都毕业了。他们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也都被邀请去江西老家访问过。可是他们访问过回来以后，就跟我说：“姑姑，他们讲那么多，其实我们就生活在不同的体制里面。”这是年轻的孩子，所以不要觉得说很多外省人就应该是很蓝或是很绿，其实也没有。现在很多的省份之间的那个区隔也逐渐的在打破这样子，然后很多的年轻人他会有他们自由的选择，这样子自由的思想的开放，我就跟我们这一代也不太一样。像我自己的同学，大部分客家的同学就很蓝很统。这样子，客家人很保守，痛恨民进党到一辈子哦。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也很难以理解。那我比较会用因为我自己是记者出身嘛，那我比较会也常在中国各个城市跑，我也认识很多的中国的朋友，我都愿意倾听，然后我愿意去解答，然后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也很理解台湾呐，非常能够理解的也很多。对，是的，是的。那再说一下这个，就是台湾本土的这种独立的叙事。就是可以把所有的历史阶段，所有的不管是日剧的阶段、白色恐怖的时代，现在大家都可以放在桌子上讨论的这个语境和文学的表达，您给我讲一讲，因为这一块一定是就是大陆背景的观众不熟悉的，因为这10几年其实这一部分是少了，而不是多了。对，然后主要是因为被引入到中国的文学作品其实被挑选过，所以有很多的台湾的好作家的作品是没有进去的，不知道。对，可是他们的作品都写得很好，然后叙事观点也非常好，然后文学的意境也很好，然后他们都被低估掉了。然后中国的
读者目前看到比较多了，除了我的书那一年很特别以外，我觉得就是那一年3年同时出了齐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哈，可是他就被删掉5万字，所以中间有一些蛮精彩的叙事是没有被看到的哈。那这齐老师也蛮生气的，给我讲讲这个细节。您刚才跟我讲过，当时3联这个很重要。书局因为同时签约了我们2本书，那时候两岸还来往的很好，所以他们的总编辑啊、社长都有到台湾来，就希望我带着去拜访齐老师，所以我就带着他们开车带他们去养老院拜访齐老师。齐老师一看到他们就说：“你看看。”你们干嘛删我5万字啊？就不开心了，老人家不开心了嘛。因为台湾不可能做出你随便删节人家的作品，这件事是做不到的。对，然后老太太不开心。不过3联那个总经理吧，就一直跟齐老师说：“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们要审批这样子。”我还记得我当时也听到了，齐老师在讲这些，但是。齐老师也是很好啦，就是对人都很好，也一一跟大家解答，也听到他的书在中国有那么多的读者。那我觉得我来讲一下1949年当年这3本书出来一个意义好不好？以我来说，当时1949刚好在中国那边是男性书写政治、历史，甚至有的主旋律的概念多，没错吧？对对。台湾呢，就刚刚好那年我们都没有讲好，虽然我们都认识齐老师。先出了《巨流河》，可是我因为自己在准备《太平轮1949》，已经准备了很久，然后另外刚好龙应台又在我之前面，天下嘛哈，就出了那个他大江大海，然后我们3本就同时在那一个很重要的1949后的60年里面，突然这3本都出现了，而且是女性来谈历史，而且这3本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没有太严肃的政治史观，而且都是以我们的家族史开始，然后齐邦媛写他的父亲齐世英铁岭。一直写到他的在武汉大学，一直写到他那个非官的男友，一直写到台湾，还有他先生也有类似白色恐怖的遭遇哈。那另外还有就是龙应台女士，她就写到她的母亲。在千岛湖那个地方，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我自己是从我的母亲开始，一个上海小姐跟我的阿姨他们到了台湾的故事，然后我在书写里面是去采访了当年太平轮这些家属，甚至生还者的故事。我在前1个月还采访了台湾唯一一个生还者王兆兰女士，90岁她谈起这些都还是声泪俱下。所以我们觉得，我自己会觉得说，当时这3本台湾的所谓我们外省人吧，这个写的1949，其实大概会跟中国大陆想要看的1949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您是很有清醒认知的。对对对对。然后你也并不会因为在中国是畅销书，你就有一个我要审查或者迎合大陆官方叙事的这样一种。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审批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也不错，他们也让这个书出版，因为事实上他必须要让，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是中国的故事，大部分是中国的故事，但是里面也有一些人是台湾人，然后也有坐这艘船的客家人、富商的孩子，富商也过世，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台湾本地的大稻埕或是南部的这些人，当时因为两岸生意来往很多，基本上的故事并不只有外省人，但是他很不幸的是1949 1月27沉没的那艘船就变成一艘逃难船，因为大家想到台湾来，但是因为撞船了，所以这艘船沉没，因为宵禁嘛，所以沉没就死了那么多人，变成一个两岸之间的一个悲剧。那自从这艘船以后，它的影响是什么呢？就这船沉了以后，张爱玲也不敢到台湾来了，就到了香港。她说这坐船多可怕，对不对？然后等在这里的人呢，就一直在期盼对岸的人可以到台湾，但是是永远没有到达彼岸的那一天。所以我觉得
在文学的书写里面，它有一些象征的味道很浓。那反而到台湾彼岸的人，跟到在中国对岸的人，留在那里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啊。那比如说，我其中有访问到一个生还者，叫周其秀教授，他是北大的教授，那当年他跟他的妹妹。表哥表妹一起要到台湾参加亲戚的婚礼，结果表妹什么表哥通通死了，剩下他一个人活着。后来他就当北大的教授。可是当我在北京采访他的时候，他大哭失色，因为一辈子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了，直到我过去。而且可能在大陆这段是真的是不能提的。对，而且等于是试图去台湾还没去成就。对，而且这边。我曾经有访问过，留在中国要写一些家族史的朋友，大哥大姐。那我曾经问，因为大哥他去调了很多资料，我还看他家资料说，哎，大哥，你这叛逃是什么意思？他看我一眼，逃到台湾啊，叛逃。我说哦，好吧，两岸的档案用语不太一样。那我就哦好。这也是对我一个蛮 shock 的。那另外是我最前在那一年出书的那一年认识了梅娘。梅娘是当时跟张爱玲的年代叫做北梅南张啊，南有张爱玲，北方呢有一个叫梅娘，梅花的梅娘是娘子的娘，她的女儿柳青曾经是中国也很有名的演员跟导演，得过百花奖，我记得今年70多，然后她后来就立志把她母亲的小说跟这些文学作品，最近也常常在网络发表直播，我觉得他们跟孙女都跳下来做，让我很感动。那我那年冬至的时候出书以后，我在中国认识一个出版社的朋友，他说你认识梅娘吗？我说我知道，她是一个剧作家叫柳龙光的妻子。那柳龙光还以前在汪精卫手下，还跟胡兰成是同事。我后来因为找资料，噔噔噔全部被我找出来。我说好吧，我是一个做新闻媒体的，然后我就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所以我在2011年的冬至，我最记得去第一次看到了梅娘。那当年梅娘是在台湾的，住在北投，带着她的女儿柳青，肚子里还有个孩子，然后要准备等她的先生柳龙光，一个很有名的剧作家要到台湾，可是一生没有等到柳龙光。那后来她只好怀着孕，在过完农历年后带着孩子回到上海，最后落户在北京。在文化革命的时候，这位梅娘是被看作所谓一个叛徒，因为她曾经是东北人，到日本去，然后先生又是在汪精卫底下工作，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生，其实对她而言，你想一个剧作家，一个小说家，他怎么度过那个文化革命的？对啊，他怎么度过？他那时候每天对，他就在去洗厕所、车站去扛白菜。文化革命结束以后，他被介绍到一个官方家庭里面去做保姆。保姆的小孩小学3年级，问他说：“梅娘，梅娘，这个字怎么写？”梅娘冷冷地说：“我不识字。”哎呀，这是梅娘亲口告诉我的。我听完这个故事，我那天其实痛哭的。就是我后来在增订版的时候才增订写了这个故事，就台湾有这个故事。我想任何人听到这一段都好哀伤。对啊。然后柳青那个时候念北京的戏曲学院嘛，中央戏曲学院，念导演还是表演。他说他就每天回去车站的时候，家里就帮妈妈去背那个冬天的白菜，帮她扫雪，帮她扫厕所。哎呀，这些故事不是才是真实的人生吗？真实的两岸，你谈那么多政治，我觉得你再回来看这些人物的背后，我觉得那才是让我动容的，这样子。是的，我现在在听哈，为什么现在，实话说，现在再回来看台湾这一次，因为只要一
人家见到我都会说，哎，你的口音不是本地人，我就会说一下我的背景，大家都会主动再聊起来大陆，而且仍然有这个就是不管是中国还是大陆哈，因为有一个语境，有的人认为还是异国，有的人就认为就是中国和台湾，拒绝再说大陆这个词，就有很多语言表述上已经能看出来选择哈。二是就是就像你说的，在政治下面，其实很多个人的生活被忽视了。其实个人的生活最后你会发现，所有的人，你不管是跟大陆人聊还是跟台湾人聊，最后都会说那个打什么打，不要打仗。可是就必须再提，包括您刚才也说，现在我们聊的好像10年20年前不敏感的，已经都开放了哈，最近就又敏感起来了，因为就感觉好像又随时要讨论，就是统一台湾还是要打台湾，看你的这个立场是什么。所以在现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气氛下面，我们在讨论1949或者太平轮这样的大战争下面的人生的故事，您的感慨是什么？因为我会觉得说，比方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自己的祖父，当年我祖父来台湾的时候，他是律师，50几岁来的，然后也是因为躲避共产党，他是国民党的一个主任吧，哈，就江西南昌的主任，所以他就鼓励我的生父生母到台湾。我们在扫墓的时候最能感觉到，因为扫墓的时候骨灰坛一打开，已经是我算了一下，从我祖父到我的父亲母亲到我的儿女这一辈到下一代，已经6、7代了，第6代。这第6代人是不是跟清朝他们当时到台湾来也差不多了？是啊，对，是啊。然后你说我们就是打开骨灰坛的时候，我们特别有感受，因为我们祭祖，我们已经在台湾了。是的，是的，其实就是真的要就是要挪出来，要理解台湾人为什么现在很多台湾年轻人也跟我讲说，我都多少年我没去过中国，我没去过，而且我们的父辈暴禁时代也好，国民党叙事也好，都在讲反攻大陆，但是现在台湾人第一他没有这个就是说我一定要以回到中国为目标的这个社会愿景，第二他已经在一代一代的这个，因为老实说。我刚刚有讲过，战争的对立的时代应该要过去，必须要过去。对，当时你现在回头想，蒋介石说反攻大陆，然后我们觉得那明明就不可能吧？对啊，对，你就永远给我们一个，所以给我们做一个 impossible 去嘛，对不对？你要怎么反攻大陆啊？就说台湾自己人吃得饱，穿得暖都有困难了。当时当到台湾的时候，台湾的国民所得那么低。如果不是美元，我们这一代不会长大。我这个年纪的人，全部是靠美元长大的。我是吃美元的奶粉、面粉长大的。我多感谢美国人啊！所以我都觉得说，当你说仇恨美国、仇恨美帝的时候，我心里我这一代的人就会说，你知道我们当时如果没有美国人给我们的营养午餐，我们全部饿死啊！对呀，没有蛋白质，对呀，真的多穷啊！可现在中国人会说，那我们就把你们统一了吧？对，那我就觉得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当时台湾人不是蒋介石的年代也说我要统一中国吗？对不对？那2代的人其实都，后来有一个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当时不是有在冷战时候吗？我们后来发现两岸的冷战手法都一样比如说我到福建。听到福建的，因为我小的时候要捡那个中国大陆飘过来的宣传单，然后当时还有毛泽东的手表，手挥手，你拿到毛泽东的手表要交给校长，会记功一次，不是嘉奖，记功。然后呢，我有一年在福建碰到福建的朋友，他说：“哎，你跟我一样，我小的时候还捡到台湾飘过来的气球，然后气球里面还有糖果。老师说那个糖果会毒死人，可是等我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原来那个时候台湾小朋友都有糖果吃。好，我们2个就抱头笑，一笑泯恩仇吧。是的，对。然后我看看他，他也看看我，然后我说：“哦，真的你也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就2个就大笑。
我很感慨这种台湾人现在任何人都不回避谈政治，但是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政治，这个是个人叙事，这个是个人的感受。对，哎，每一个台湾人都被那个所谓的政治节目、政论节目训练的，每一个都是政论家。我跟你讲，计程司机第一名，计程车司机是第一名，从来没有请他们去谈政治，我也觉得很可惜。我从来没有在世界各地的计程车身上看到那么强烈的政治意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北京司机曾经也这样，但现在不聊了，现在不敢聊了，不敢聊了，吓坏了。这个就让我很感慨，就觉得我们为什么在一波一波的这个叙事中，其实有很多曾经已经记录下来的记忆又在消失了。那么就说到这个写作，其实您从05年做纪录片，然后一直在做，最近还在做这个口述史，对，但是又有一个我们现在在华文社会，尤其中文大陆北境下面的这个语境里面，就讨论这个消失掉的记忆和历史。您有这个感受吗？或者现在您觉得两岸的文学交流还有这个可能性吗？就是大家还在诚实的讲述我们已经共同经过的这个时代。因为我觉得有些朋友还是很不错的哈，在中国那边我也认识好多的作家朋友，我觉得他们都很诚实，然后也在很努力的写自己的家乡的故事哈。那我觉得我也很感佩，比方说梁鸿好，或是说我喜欢的一些作家们，比如说苏童我也很喜欢他的作品。然后阎连科莫言，其实他们的小说我们都读的。对，就以我这个年纪的人呢，我不知道年轻的人读不读，但是以我那时候对中国的了解，我都是靠过他们的小说来读到后来的中国。这些书现在在书店都有啊，都有的，文学市场都有啊，有莫言的专柜、阎连科的专柜啊，对不对？就除了张爱玲以外，然后其实这些。中国大陆还是有很多的作家，我是蛮喜欢阅读的。对，也很多台湾的朋友也蛮喜欢，因为对于文学作品，你其实就是透过文学，你可以了解另外一个世界嘛。另外一个世界。那比如说，那个谁，以前那个谁，南渡北归的作者也在台湾待过1年。对，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有一点我好奇。因为很多媒体人也跟我说，不希望媒体对事实、对权力或者对历史的对权力的审查、对历史的判断受到党派颜色的影响。对，以前是蓝绿对抗，然后就自然有统独议题，现在是3党。我最近采访了一些这种舆论界的，就是简直就是包括油管的生态啊，包括网络的生态，基本就是颜色。我觉得就怎么跟美国一样，就基本上就是不同党派。对，比如说民主党会有民主党对于法令的条文的看法，是的。然后这个共和党也是两派，这真的你死我活。其实我觉得也都是必须要的一个过程了。那我自己就怎么看呢？因为我的朋友里不可能就是都是蓝的，或者都是绿的。或者都是，我觉得你如果要这样选择朋友，那你几乎一生没有朋友，连亲人都不是。因为在台湾，我觉得民主的可贵是在于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颜色、不同族群，像联合国一样的党派的认同。真的，台湾的那个民主政治里面，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很可爱。然后选举的时候吵了半天，选完大家一起郊游。然后读书呢，我想问的是，出版市场、文学市场，包括比如说，出版商，如果这个出版商它是绿的，它还会最近会选择，这种表达两岸叙事或者国民党时代叙事的这些书嘛，我可能有一点小人之心来夺这个市场选择。我觉得现在很少人会用国民党叙事观点去写小说或者写文学作品哈。那过去在刚好太平轮前后之前，大家有读过所谓眷村文学，朱天文、朱天心，其实他们也是，或是张大春的作品，在中国是最被年轻人知道嘛，哈，可他们大概之后以后，这些作品就少了很多，因为现在也没有人在写眷村文学了，好，那老实说嘛，对不对？那现在的小说的形态跟散文的形态非常多元，除了写台湾的，也有写口述的哈，那另外的还有很多的，就是以国外生活为主的华人观点的东西也很多，比如说我也读新疆的李娟的东西，我觉得好可爱，对，好可爱，最近
常对大陆李娟，我不也很火认识她，她讲她妈妈到台湾，那所有人都笑得要死。我就觉得，哎，李娟的东西很可爱，因为我觉得文学的表述，只要不是为政治来做功课，其实它在某些叙述文学的叙述里面，它其实一直都会为各种人种所接受嘛。对，明白。所以现在您再给我讲讲，那就正好要见到你现在的这个我更不了解的部分了。就是一个是台湾现文学市场，你刚才说到，其实出来很多本土作家、族裔的作家，各种具体的对，然后有原住民的作家，比方说兰屿的那个夏梦坡安，他最近得国家文艺奖。那比方说，我过去在客家人的社会圈子里面，用客语写作多难呐、没有市场。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用客家话来写作，同样的闽南人的这一块也可以，所谓喉咙郎啊。福老人的这一块，他们也可以用福老语言来写作。他们其实在台湾文学里面代表了一个比较早的生态，比方说黄春明啊、宋子来啊，这些，比方说这些前辈。那客家人的早期作家也很多，可是多半是华语来写作。还有很多人用台语写，对。所谓用福老话来写作，就是福老话。对，比方说用福老语写作写诗，向阳鹿晗秀啊，他们的诗也都写得很好对。然后比方说用客语来写诗的，我的朋友们也很多，所以我们几年前，我跟我的一些女性朋友、客家朋友，我在网络上认识他们，年纪有的跟我都差不多，有的比我小，他们都用客家话来写作写诗。我就觉得写得超级好，所以我们在几年前还拍了一支短片，一个澳洲导演来帮我们拍，然后是彭雅玲导演把我们组织起来做一个剧团，然后我们这个叫客家女生，就到很多的客家村落去表演。这样子，明白。是市场的趋势是什么，或者就是说读者的选择是什么？就为什么有？因为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就觉得说过去的党国叙述之下，因为我们在我生长的年代，那个党国叙述里面是不准讲方言的，所以比如说你只能够尊北京话为主的国语，所以你不能讲福建话，不能讲不能讲喉咙尾，也不能讲所谓的客语。然后客语在台湾有5种，有很多已经快消失了，因为那个年代不准讲，所以我们的小孩几乎也很多都不会讲。对，就是那个语言的流逝，然后经过比方说1980年代的客家还我母语运动，原住民也有还我母语运动，所以也有原住民的电视台、客家的电视台，然后现在也有台语台在公共电视的 group 里面就用语言来呈现自己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原住民的电视台里看到用塞夏语播音的、阿美族语播音的，或是这个泰雅族语播音的，所以而且在富裕，而这个也不是只有台湾才有那你到世界各地。比方说南岛语系、纽西兰、波利尼西亚或者英国，甚至是苏格兰高地，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语系。比方苏格兰高地，他们就有苏格兰当地的语言的复苏的学校也一样。完全理解。其实我这么一听，其实台湾现在的文学市场和整个的发展生态更像一个就是自由开放社会它应该有的样子，就是多样性，这种个人的族裔的文学，它并不是要在所谓统独这个大中国台湾，然后如果放弃了所谓的北京话，就是要放弃了这种政治量，没有，已经都不是这样的语境了。这一篇甚至可以说已经 over 过去了，可能已经翻页了，对。而且你们可能这个少数族裔的文字反抗的其实是国民党的暴禁期间的，对所谓中文主导这个语境。目前就有一些很好的，我的朋友最近就出一些书，然后我也读一些文学作品的散文也很受欢迎。比如说有一位洪爱珠，她就写了一个老派女性
的什么购物学吧，就很好看，小小的短篇，他就写了很多台湾各地的吃啊、感情，他跟他妈妈做菜。然后林嫣，我有一个朋友叫林嫣啊，大概50多岁，他最近就出了很多以台湾话、台语为主要的叙述对白3本，牛车走过，就很有那个台湾那个小乡村的味道哈。那像这种书，其实我都觉得很好看哈。那然后另外，我觉得很多的文学作品，因为台湾是全亚洲第一个同婚的国家，是的，所以女同志、男同志很大于表现情欲的部分。那这些书写，其实目前也都算文学市场里的一个小众市场，但是都有人会去讨论啊，也有人书写啊，不论是用诗或者是用剧本的方式来演绎，都跟过去是完全的不一样。那我记得我在中国旅行，大陆各地旅行的时候，我也看过那个孟京辉的戏。哦，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台湾的比如说小剧场的戏，但很难跟它是同一个体量，对，比方说观众那么多，然后他用大量的语言的那个导读剧本都快昏倒了，对不对？那台湾的部分就比较是跟台湾人一样，就是轻巧，轻薄短小。可是我发现台湾人说话都非常快。因为工作的原因，对，所以我就很适应，因为我说话很快，然后发现你们说话都比我快，我就不会，那就比方说没有了，我自己也是很快，因为我自己以前在媒体，那每天就要工作嘛，就要噔改一些，你今天要几篇稿子，你今天要有几个 title 这样子要赶出来，几点几分之前要完成，所以你如果还要改一些紧张的那个头版的，或者是你要访问谁要换稿，你就更可怕了，对不对？那大家当过媒体人都知道。那然后我觉得台湾目前来讲，我觉得已经走入，其实我觉得是跟世界接轨比较强烈，因为比方说世界各地有很多的科技人到台湾，然后各个行业的人也都选择到台湾定居。然后另外有一个蛮好玩的，你在 YouTuber 上面看到世界各地怎么都有人在台湾开 YouTuber 啊，除了什么李小飞啊，然后专门滑水啊，秘境一个美国人，他在南部，现在住在台东。然后然后最近还有波兰人、瑞典人的，然后还有甚至一个美国爸爸7个女孩住在苗栗乡下的。我看了好多 YouTuber， 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处在一个了解媒体生态的状况之下。您超年轻哦，对，所以我要知道哪些人在做 YouTuber， 然后我有些朋友也自己当所谓的 YouTuber 的博主吧，哈。然后我就常看他们的节目都在说些什么，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台湾怎么那么多外国人？连我儿子都说，哎，怎么那么多外国人在台湾，然后都当这个博主啊，然后讲台湾啊，从政治的啊，然后谈到经济，谈到吃喝玩乐的，甚至有英文版的、法文版、意大利文版的，就开始走入另外。因为我自己是在传统媒体出身嘛，那我过去的纸媒是只有3大章、3大报，然后你就想现在这些报纸都逐渐没人看，送报的都没人了，然后 7的报纸每天去都一摞，都只好丢在那个，都没有人买报纸，没有人在读纸媒了。然后比如说我们自己再去买书这件事，我还是养成每个礼拜去书店、实体书店购物买书这件事。可是对我的子女而言，他们不见得，我的孩子40岁、30多岁，他们已经不太读纸本的书，就是电子书，灯打开来购买电子书，带了一个 iPad 就这样走。这个年代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你要静下来读历史啊，读过去的这个文本，其实对现代人都是一个挑战。那最近我有个朋友叫高一峰，也是他的书有翻译，小说很棒，到50几岁翻译成法文，他写一些科幻小说。他最近因为客委会有邀请他用客语写作，他的题材超级有趣。他说我要写一个机器人，他说这个机器人在山洞里面被发现，他收集了全部客语流失的那个语词语汇，都输入他的记忆体里面。
他要讲这个故事，哎，我就觉得他这本小说要用客语来写出来，我就更期待他翻译成法文啊、英文啊、日文版的时候，会给人家看到怎么样的语言的冲突，就很有趣，是很有趣，是很有趣。对，您刚才说到这个，真的就是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开放市场，就是自由市场的样子。但是，因为你毕竟是出纸质书的，你刚才也说到了，大家都不看书了，所以这个出版行业本身的它这个市场好吗？年轻人您会担忧吗？大家都不看书了。对，所以变成出版社也很难经营，所以我就觉得说大家都互相努力吧。过去的书一版，比方说就3000、5000嘛，那中国是更多。那到台湾大一个出版社第一版印大只有1000本了，然后有很多人也走向所谓的独立出版。就自己出书的独立出版，又印个100啊、500啊这样子，因为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华文市场写作嘛，哈，如果有一些在大陆因为新闻审查或出版审查出不来的书，大家会想还有台湾市场，还有香港出版社，但是香港独立出版业基本上很弱，对，现在就变成了期望都在台湾。您觉得台湾接得住华文市场的独立写作吗？我觉得多半是接得住的，比方说，香港的晨会啊，还有每年那个读书出版品的那个，我突然忘掉，就是每年有那个书展的时候，我觉得每年像香港、马来西亚。或者是世界各地的独立出版人到台湾来说，台湾人还是很给予那个热情的。比方说，我们会看到泰国的童书，这也很少看到吧？泰国童书、波兰的童书然后甚至我有一个朋友，脸书的连友，他是台湾人，在法国经营童书买卖，也到中国去，对，也到法国。除了他就把法国的童书市场经营成世界化，可是他是个台湾人。很有趣吧？我是在脸书也认识他，后来在台湾见过一次，一个男生。我说这个就蛮多元化嘛，对。然后另外我知道中国有很多的知识分子到了美国去以后，也是选择在台湾出版嘛。是的，所以您说接得住是指这个出版市场它接得住，买书的人也还体量的消费量够，还是有他的一些读者基本盘在这样子。对，那比如说过去的在中国，比方说我刚刚提到就早期进来的这几个文学大家、小说大家，其实在台湾也有市场。那比方说我刚刚说的梁鸿，他到台湾几次，做新书发表说，台湾还是听这个观众还有所谓的读者还是很热情的迎接他的。太好了，太好了。